那就好，阿宪以后可要承蒙蓝二公子多多照顾了。江厌离又行了一礼，这是自然。蓝忘机连忙回礼。魏无羡看着一直在互相行礼的两人，有些摸不着头脑，转头看向江澄，还是抑制不住的在开心。江澄，没想到吧，我找到道侣了，而你还是孤家寡人一个，哈哈哈。魏无羡看了看他，忽然大笑起来。江澄黑了脸，翻了个白眼道：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我想想你的道理标准啊，要不要我大声喊给你听啊？魏无羡向他挑了挑眉，小声道。江澄做事就要去打他，却又想起蓝忘机在旁边盯着，只能悻悻然放下手，拿眼睛瞪着魏无羡。好了，阿羡，阿爹呢？江厌离笑着看向魏无羡。江叔叔在和蓝老先生和清衡君讨论我和蓝湛的婚期呢。魏无羡应道。在说到婚期两字时，还是忍不住看向蓝忘机。江厌离了然一笑，好快呀，羡要成亲了，师姐就先祝阿羡和蓝二公子相濡以沫，白头偕老了。江澄在旁边也别扭地说了句祝福，看着白眼快翻到天上去了。多谢师姐祝福。魏无羡也正经地回了一礼，而后又忍不住伸手抱了抱两人。等蓝忘机也道了谢，二人才离开。走在云深不知处境内，魏无羡拉过蓝忘机的手，有些开心地摇来晃去，蹦蹦跳跳。蓝湛，我真的没想到今天会这么顺利，我还以为你叔父一定会刁难我们呢。魏无羡是真的没想到蓝启仁今天这么痛快，丝毫没有为难的意思，而且还要把婚期直接定下来，一时间对这位老古板也改观不少，心里暗道自己把他家白菜拱了都没说什么，以后一定要听话一点，至少3个月不犯家规。是我们叔父。蓝忘机再次纠正，而后说道，叔父其实面冷心软。蓝忘机其实也没想到会如此顺利，但在出门后仔细想了想，现在的魏无羡还没有修轨道术法，叔父对这时的魏无羡印象并不差，觉得他太过顽皮吵闹，却也明辨是非，不学无术，但天资聪慧，倒也是一个好苗子。但仔细想想，就算是在那13年里，叔父也从未责怪过自己对魏无羡的感情，只是为他前几年的颓废、郁郁寡欢感到失望和心痛而已。好啦好啦，是我们叔父，我们叔父，我们叔父。满意了吧，蓝二公子？魏无羡扬起笑脸。蓝忘机无奈看向他，少年的头顶被风吹得翘起发丝，看起来好柔得很。于是他便没控制住自己，抬手在魏无羡的头上揉了揉，倒是惹得魏无羡笑了起来。蓝湛，刚才师姐摸我头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就想摸了？师姐的醋你也吃？闻言，蓝忘机一愣，看着他的眼里有些想逃避的意味，但无奈那人的眼神一直锁定，最后微微低下了头，语气中带了些不自知的委屈和懊恼，说道：我自知不对，好啦，蓝湛，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呀。你为了我吃醋，我高兴死了，怎么可能会生气？魏无羡见他头都快低到脖子下面了，笑了笑，连忙伸手挑起了蓝忘机的下巴，甚至还挠了挠。蓝忘机的眼神不自主地落在他的唇上，眸色一沉，抓住魏无羡正在他下巴上作恶的手，就把人往自己怀里带。两人的嘴唇也在缓慢地接近，就快要吻到一起时，不远处突然传来一声轻咳，两人马上分开，眼神瞟向别处，看到来人是谁后，魏无羡觉得更难以自容了。原来是清衡君和泽无君蓝曦臣。魏无羡红着脸四处乱看，身旁的蓝忘机倒是面色如常的行了礼，刚好在他身旁的魏无羡明显看到他的耳垂也是红了。清衡君、泽无君。魏无羡也只好装作若无其事的行礼。蓝曦臣微笑着说道：忘机，随兄长四处走走吧。蓝忘机担忧地看了眼魏无羡，在接受到那人放心的眼神后，便随兄长离开了。没想到蓝曦臣开口就把蓝忘机支走了。魏无羡大感惊讶，心道看来是蓝湛的父亲有话要对自己说。魏无羡无奈只好和这位清衡君一起漫步。魏无羡便跟着清衡君一路慢行，可走了好一段路也没见他开口，心下奇怪，不由得问道：清衡君找我有事吗？我可以叫你阿羡吗？清衡君微笑着转过身，温润的眸子看向他。当然可以，您是长辈。魏无羡有些受宠若惊，连忙道。
忘机从小便心性沉稳，不善与人交流，也没有什么朋友。阿宪可嫌他闷。顿了顿，青恒君问道：蓝湛虽然不爱说话，但他对我特别好，我也特别喜欢他。魏无羡笑道：是因为他对你好，你才喜欢他吗？青恒君问出了一个魏无羡从没想过的问题。魏无羡愣了一下，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答，心下将问题已经重复了许多遍，一遍一遍地问着自己。片刻后，他坚定地说道：我喜欢他，不是因为他对我好，也不是因为什么别的，只是因为他是蓝湛，仅此而已。而且我想了想，似乎蓝湛对我不好的时候，我就挺喜欢他了。闻言，青恒君笑了笑，不再说话，带着魏无羡继续向前走，直至走到一个院子前。